哇，这个地台的灯效也太酷了吧！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本次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蜘蛛侠英雄归来里的1:4科技战役版蜘蛛侠。这款产品呢，在当初公布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不少圈内玩家的关注，毕竟这是 HT 1:4系列中的第一款蜘蛛侠，所以它的表现到底如何，想必各位一定也很关心，对吧？而且蜘蛛侠不同于钢铁侠，它全身包胶战衣的设计啊，即使在体积放大后呢，也玩不出太多新花样，所以部分玩家担心1:4版本会不会仅只是1:6的简单放大版。那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市场普遍不太看好这款产品的原因之一吧。而在本品实际出货之后呢，也有一些地方受到了部分玩家的口诛笔伐，比如面罩头雕的眼距过近啦，亦或者是真人头的细节表现一般之类的。所以说实话，在拿到这款产品之前，我对于它的素质表现也没有抱什么过高的期待。不过可能正是因为降低了心理预期的关系，所以拿到手把玩一番后呢，反而感觉好像也没那么差，对吧？那么这款1:4蜘蛛侠的表现到底如何？相比较1:6的版本，本品呢又有哪些改进？话不多说，让今天的测评马上开始吧。首先在主体尺寸方面，自然是要拿出1:6的版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4的蜘蛛侠在绝对的尺寸上确实要比1:6大得多。可是即便体积巨大，但当你拿上手的时候呢，还是会感觉1:4的蜘蛛侠也没有多重。确实，以这个尺寸来说，600多克的重量，甚至还没有很多1:6的钢铁侠来的重啊。不过看回1:6的蜘蛛侠本体也才200多克啊，那你就会突然感觉1:4的版本还是挺重的。和1:6的版本一样，这款1:4的科技战衣版蜘蛛侠也是采用了全包胶战衣的设计，所以全身呢是没有任何关节外露的。得益于大尺寸的先天优势，在战衣的某些细节上也会处理的要比1:6来的更精致。比如在红色的布料纹理部分，很明显的可以发现1:4的质感是更为细腻的，不会像1:6那样有密密麻麻的凸起。另外在腰部以及手腕的蛛丝发射器这里，1:4版本的细节和涂装呢也会比1:6要来的更精致一些。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吹的，毕竟本身1:4的体积就要来的更大，而且价格也会更贵。你说这要是细节还做不过1:6，那也确实说不过去，对吧？同时因为1:6的战衣细节本身就已经挺出色了，所以说你会发现除了刚才说那几个点之外，其他部分的表现1:4和1:6似乎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更别说在面罩头雕这个地方，因为1:4版本的眼睛间距过近的问题，所以整体视觉上的观感甚至还不如1:6做得好。那不过1:4的眼睛呢倒是采用了透明零件，所以说质感上呢还是要比1:6的要来得更好一些。同时1:6版本之前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头顶缝合线歪七扭八的情况，在1:4身上也得到了改善。可以看到1:4这里的缝合线是做在了后脑勺上面，所以从正面来看的话，就不会有1:6那么明显的破绽了。但是可能1:4是因为体积巨大的关系，所以头部的面罩呢实际上是有3道缝合线的。虽然 HT 已经通过将缝合线本身与面罩网状纹理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尽可能的减少了视觉上的破绽，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头部两侧还是会稍微有那么点影响美观啊。那相比较之下呢，1:6的版本因为只有一道缝合线嘛，所以说在头部两侧也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可动性方面，头部360度转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抬头和低头的幅度呢也可以让人满意。手臂方面呢，肩膀是内藏了多档关节，可以向各个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活动，以此来增加整体的可动性。而且之前有人觉得这次大蜘蛛肩膀部分的线条不够美观，但因为肩膀可以上下活动嘛，所以说你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这个部分进行调整的。手臂平举的幅度呢是超过90度的，向前包括向后的活动性呢也都超过了90度，可动范围可谓是相当充分。二头肌可以平转，自然不用多说。同时手肘部分呢是双重关节，所以弯曲的幅度呢也是大于90度的。手掌除了可以360度转动之外呢，内部的手腕连接器也具备一定程度的轴向角度调节的可能。腰部方面的肌肉线条呢是有很好的刻画出来的，而且用手摸上去的话，还有感觉腹肌部分有点软软的，手感很不错。在腰部呢是内置了多重关节，向前弯腰包括向后的活动幅度呢还算是可以令人满意，但是左右两侧的弯腰可动性啊似乎就不那么充分了。
不过可以发现呢，左右转腰的活动性还是挺好的，这主要是归功于高弹力面料的使用。下半身方面，腿部侧踢的幅度是可以达到90度的，这里的可动性呢比1:6的版本要来得更好，但是向前踢的活动性就只有80度左右的样子，同时腿部向后踢大概也就只有30多度的范围。说实话，腿部的前后可动性和1:6的区别不大，挺可惜的。我之前一直以为1:4的版本在大比例的加持下，腿部的前踢幅度能达到90度呢。1:4的大腿根部同样具备左右平转关节，而膝盖部分呢则是双重关节，所以弯曲的幅度还是完全可以令人满意的。最后脚掌方面呢，左右的接地性中规中矩，向上和向下的活动范围还算不错，并且在脚尖也有一段独立的可动关节存在。所以总体来看，1:4的科技战衣版支柱下的可动性，除了个别位置之外呢，整体的表现和1:6的版本是差不多的。作为一款全包胶人偶来说呢，能有这样的可动表现，其实已经算不错了。只是腰部跟腿部可动限制的关系，摆出一些大幅度姿势的时候，比如砸地 pose 还是会有些勉强。但是1:4最大的改进呢，就是在四肢都引入了齿轮关节的设计。相比较于之前1:6仅在肩部和大腿根部加入的齿轮关节来说，这次1:4版本的齿轮关节是更多的。一方面呢，很好的保证了关节的稳固程度；一方面掰的时候呢，咔咔作响的声音听着也挺爽的。不过这里呢，还是有2点希望各位把玩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一个是大蜘蛛的大腿根部关节特别紧，活动的时候务必小心一点，千万不要用力过猛给玩坏了。另外就是包胶战衣的通病，长时间保持大幅度弯曲状态的话，容易出现不可修复的折痕，所以平时玩的时候随便掰，但是入柜摆放的话，还是暂时为妙。那如果说战衣细节和可动性方面1:4和1:6都拉不开明显差距的话，那么配件呢，绝对是这次1:4最大的亮点了。首先呢，本品是分为普通版和豪华版2个版本的，区别呢就是地台的配置会有些不同。另外呢，在此基础之上，本品又有一个会场特别版，与普通发售的版本相比呢，会多一个手腕替换用的全吸面板。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本品是有4个版本的，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要擦亮双眼，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购。OK， 那么这么多配件呢，我们依照惯例还是先从替换手看起。连上主体的一对握拳手，本品是一共附属了5对替换手型，最基础的握拳开掌，包括发射蛛丝的手型都有了，绝对是够用的。相比1:6的版本来说，因为体积的增大，所以红色部分的纹理细节呢也会更加精致一些。同时因为手腕连接器体积也变大的关系，所以1:4的手型替换手感是要比1:6好上不少的，也不用担心太过于用力会给玩断了。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弄断了，本品也有备用零件这个无需担心。值得一提的是，这2个握持手型其实是不一样的。右手这个呢是拿手机专用的，直接把手机插到手型里面就可以了。说到这里呢，正好来看一下这个手机背面除了摄像头外呢，也没什么细节刻画，旁边的按键呢倒是有做出来。而在正面的屏幕呢是用透明零件做的，屏幕上呢可以看到内德正在打电话来的界面话说这个来电头像也是没谁了。而左手这个则是握持蜘蛛丝的手型，没错，这款产品呢就只有左手能握持蜘蛛丝，像之前1:6都给了2只手的握持蛛丝手型，1:4却只有左手，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那正好呢也来看一下1:4的蜘蛛丝从内包的海绵包装就能感觉出来像是1:6的放大版，实际上呢也确实如此。当然了，体积的增大也使得蛛丝的部分细节跟涂装相比1:6来说是有所进步的就是了。不过有2点1:4跟1:6是不一样的，一个是1:4多给了一个蛛丝连接器，这样子呢可以将2根蜘蛛丝拼在一起变成一根更长的蜘蛛丝，这个玩法1:6是不具备的。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是因为大比例的关系所以说手腕上的蛛丝发射器中的孔洞平时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碍眼了，所以1:4呢就不再像1:6那样，除了有孔的发射器之外呢，还会再给一个无孔的替换键。既然说到这个蛛丝发射器了，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它都有哪些功能。除了可以安装蛛丝之外呢，像本次会场版专属的全息面板配件也可以安装在发射器的上端。另外本品还给了一个像是全息投影小地图一样的特效配件，整体采用透明零件打造，内部的细节包括不同颜色的喷涂都使得整体看上去的质感是挺不错的。通过下方的插孔呢，就可以安插在发射器的前端，在线居中打开小地图的场景。
顺带一提啊，这两个全息配件呢，用紫光灯照上去都是有反应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效果不错的说。在剧中，蜘蛛侠胸口呢是可以分离出一架支援型无人机的，但之前呢在1:6上没有还原出来。不过这次1:4呢，居然把这个机构给做出来了，虽然是以替换件的形式再现的。分离出来的无人机呢，以独立零件的方式还原，那还贴心的给了一个小底座，方便单独展示。以这个尺寸来说，细节和分色呢还是可以的。当然了，可动机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就是个摆件。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个无人机的尺寸，反正我觉得要不然就是 HT 做大了，要不然就是斯塔克的技术太牛叉，这么小的 logo 都能变出这么大的无人机出来。当然要说剧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就要数蜘蛛侠的滑翔翼了。而这次1:4版本的滑翔翼呢，与之前1:6的透明塑料材质不同，它是采用了塑料薄膜材质制作而成的，这样厚度呢会更薄，而且贴近原作，上面的细节纹路呢也印刷的相当不错。与身体连接的方式呢，还是靠内侧的多个吸铁石来实现的。不过实际装配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因为滑翔翼材质是软的，而且内侧呢总有几个地方吸不牢，再加上我比较手残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滑翔翼的安装呢，我感觉是没有1:6来那么方便的。当然了，装上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了。和1:6版本一样，本品的眼睛呢也是磁吸附的，可以拆下方便替换。除了默认造型之外呢，还给了额外4种不同形状的眼睛替换部件，眼白部分也都是透明零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出不同的眼神。当然在剧中人气颇高的秒杀模式红色眼睛，这次自然也是有附属的就是了。真人头雕方面呢，这次也是褒贬不一。和1:6的对比下，二者的造型呢还是比较接近的。不过1:4因为体积更大的关系，所以皮肤的纹理包括一些眼角皱纹的刻画是要比1:6来的更精致一点的。但总的来说，二者在象征度方面似乎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当然仔细比较的话呢，这两颗头雕在不少细节造型方面还是有不同的，所以说该头雕也并不是单纯的把1:6放大了就拿出来糊弄事儿的。但你要说这是 HT 目前做最好的一款荷兰弟头雕，我觉得此言差矣。论象征度的话，还是之前红黑蜘蛛侠里面头雕要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个1:4的真人头呢，虽然不能说一点都不像荷兰弟，但整体的效果确实缺了一点1:4这个级别所应该呈现出来的极致还原度。替换的话就是简单的插拔，但是连接头部的这个双球关节啊，我手上这只靠近身体那一侧很松，但是连着头部那一侧呢却又很紧，这导致每次插拔头雕都会把连接器整个带出来。所以我这里采用的解决方案呢，是在脖子的凹槽中垫一层纸来增加摩擦力，然后呢再进行插拔替换啊。不过有一说一啊，这样玩起来确实还挺麻烦的，就是。而且电影中摘下头套的时候呢，脖子处会露出来一截，但很可惜的是，即便到了1:4这个级别啊 ，HT 依然没能还原出来。虽然可能这个地方做替换件技术上呢会有些难度，但无论如何，就目前这个换上真人头的效果，我个人实在是无法满意的。哦，对了，和1:6一样，摘下来的面罩呢也附属了一个专属的零件来进行再现。当然这个零件只能手持啊，你就不要想着把它再带回头雕上了，是不可能带得下的。看到这儿我怎么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书包的话，因为体积的增大，所以细节方面呢自然是要比1:6精致不少的，而且本身的面料呢二者也不太一样。上面拉链呢自然是可以拉开的，打开后呢里面可以看到用作填充用的海绵，同时呢这里也可以藏点私房钱什么的，所以相信这款产品对于已婚男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背带部分是跟真的书包一样可以自行调节长度的，背上身的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看到这儿你会发现，这款蜘蛛侠无论是本体还是配件，似乎和1:6相比啊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步，很多地方无非就是体积更大，细节更好一点。然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地台呢，才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对于这款大蜘蛛来说，地台才是本体的缘故。首先来看一下地台的所有配件组成部分，可以说整体的配置呢还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先来看看地台的底座，从包装盒里取出的时候呢，还不是完全体，需要根据说明书的提示再额外的给它装上一些细节零件来进行装饰。那么一番操作下来呢，普通版的地台就完成了。这个地台本身的细节刻画还有涂装，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除了在前方的岩石零件的细节会显得有点肉以外，其他部分呢都可以令人满意。
像地台前方的秃鹫头盔，还有散落在地台后侧的外星零件残骸，我觉得都给这个底座本身增添了很多看点。而且这个底座呢，还是具备发光机构的，底部要装入3节7号电池来进行供电。然后开关呢是有2个档位的，往下波动呢是常亮模式，这个时候呢地台全部的灯组都会点亮，而往上波动呢就是闪烁模式，所有灯组呢会进行有规律的闪烁，平时展示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切换。那说实话，这个地台的发光位点还是挺多的，在暗光环境下观赏绝对是别有一番风味，超级帅。不过这么多发光位点耗电量肯定也不小，所以 HT 呢还是给我们准备的电源线。没错，本款底座呢是有内置和外部2种供电方式可以选择的，在长期摆放的时候呢，更推荐用连接电源线的外置供电方案。那如果你购买的是普通版，那么地台的全部玩法就是刚才那些了，但如果是豪华版的话呢，还会再额外多出这些配件。相比普通版来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地台上加入了秃鹫翅膀的零件。那也正是因为这些零件的引入，豪华版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拼出多种不同状态的。这里受限于视频时长呢，我就只给大家展示一种我最喜欢的模式吧。那么组装完成之后，我们跟本体进行一下对比，可以发现由于秃鹫翅膀的加入，所以这个地台的高度还是相当惊人的。同时因为加了这么多零部件，所以地台本身的细节量呢也相比普通版更上了一个层次。那如果说普通版的地台就仅仅只是个地台的话，那么豪华版的地台我觉得即便作为一个单体的摆件去展示，它都有着不错的观赏性。而且豪华版地台上的秃鹫翅膀中的涡轮引擎啊，它居然还具备转动的机构，实在是太帅了，有没有？本体搭配这个地台进行展示的话，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豪华版这种加了翅膀的大地台，一瞬间呢都会让你产生这不是可动人偶，而是一款雕像的错觉。但相应的，豪华版地台的尺寸呢实在是太过于惊人，所以如果你家空间有限的话，还是买普通版会更合适一点。顺带一提啊，因为剧情设定的关系，实际上自制战1版蜘蛛侠呢会更配这款地台，而且1:6的本体配上1:4的地台，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想买这款大蜘蛛的话，那么后续考虑单收一个地台回来搭配手头的1:6蜘蛛侠把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到这里，这款1:4的蜘蛛侠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其实本品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对突出，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如果你之前买过1:6的科技战1蜘蛛侠，那么上手把玩这款1:4的蜘蛛侠本体的话，其实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新鲜感。虽然1:4的地台确实比1:6好了不少，但是相比1:6的豪华版来说，1:4也缺失了校服、耳机和书本这些替换配件，让人感觉诚意方面呢略显不足。说实在的，1:4这种大比例呢，也的确不适合拿在手中反复把玩，多半还是凹个动作，然后就入柜摆放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本品的地台做得特别好的缘故。HT 的初衷呢，应该就是想让你在摆放这款产品的时候，能有一些雕像的感觉，对吧？所以我个人对本品的购买建议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1:6科技虫的话，那考虑到那款目前现货价格也被炒得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就不用追高了，直接买这款1:4的版本就可以。而如果你之前已经买了1:6的科技虫，特别是你买的豪华版那我觉得这款大蜘蛛要不要买，就完全看你对这个角色的喜爱程度有多少了。如果真的很喜欢蜘蛛侠，而且又不差钱，那全都收回来，1:4摆着看，1:6掰着玩也是可以的。而如果没那么喜欢的话，其实手头有个1:6的豪华版就已经足够了。那至于1:4这4个版本该如何选择，我觉得空间大的选豪华，空间不够买普通，不差钱的直接一步到位上会场版就可以了。总之，作为 HT 第一款1:4的蜘蛛侠，那这款产品的表现呢，只能说是一般般，但是也绝对不是某些人口中的无脑放大版。实际把玩过后呢，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和1:6相比，还是有做出不同设计的。只是主体部分的提升似乎远没有同系列的1:4钢铁侠来的那么大，再加上部分细节呢做的还不够到位，所以玩家口碑会出现褒贬不一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你对本品是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发表下自己的观点，和我一起探讨哦。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能对你了解和选购产品起到帮助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同时喜欢视频的话，也别忘下点赞支持一波，你的赞点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最后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